关键不在先进武器。美国专家感叹，美军协防台湾面临着根本性的缺陷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美军未来如果要协防台湾，主要取决于核潜艇、航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所能携带的先进武器。不过，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少校、军事与国家安全分析师弗林斯发表文章称，俄乌冲突的规模根本无法与未来可能爆发的中美大战相比，而美军未来面临的最根本性缺陷不是武器的质量，而是缺少武器。这位作者认为，美国军队目前武器装备的库存和量产能力严重不足，而且该问题无法靠战时体制来解决。另外，美国干涉台海事务还将会引发一场经济危机，并且足以瓦解美国公众为台湾而战的意愿，甚至会导致全面崩溃。福斯林强调，正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激烈度并不高，仅仅5个月就让美国暴露出了导弹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的缺陷。要注意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小型战术导弹，相比于中国未来在战争中会使用的先进武器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如果美军在台海与中国发生冲突，美国要消耗的将是战斧式巡航导弹、NSM 反舰导弹、标准6反导导弹和 AIM-120 中距空空导弹等先进武器，而这类武器的库存远比毒刺和标枪导弹要少，想在战时快速补充更为困难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台湾岛被解放军封锁，美军还要面临半导体供应链的灾难。如果美国总统要求美国的民营企业按照国防生产法案与之配合，以减轻军事供应链的压力，也会因为违反经济规律而破坏这些企业的经营状态，最终导致一场经济灾难。如果说俄乌冲突引发的通货膨胀正在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，那么介入台海战事的后果就是美国经济的崩溃。原因很简单，到时候美国政府的支出会因为应对战争而飞涨，而美国政府又没有钱去支撑大规模的战争，本就高昂的国债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吸引力。未来可能摧毁美国的不大可能是通货膨胀，而很有可能是供应链危机，特别是战争所导致的供应链灾难。那么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还有能力解决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难题吗？还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。为了应对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美国还得投入巨额的国防预算，提前大量储备成本高昂的导弹武器，而美国的民众还要承受因美中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。因此，美国政府必须要准备大量的盈余来应对这种危机。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美国人真的已经回不去了，而且还真心做不到。最近有人统计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的 GDP 构成，其中占比极高的是医疗、律师、会计等行业，服务业占比超过了80%，而制造业只占10%。这种经济模式仅适用于和平时期，基于美元霸权和美国的金融霸权。一旦发生战事，中国将会变成2战时期的美国，而美国将承受制造业空心化的苦果。当然，福斯林还没有考虑美军干涉台海在军事层面上的难题，比如美军如何能够把这么多的作战平台投送到中国的家门口，其后勤如何能够完成大规模的补给需求呢？面对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打击，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的优势，中国完全可以依赖其陆地的战略纵深，而美军的纵深又在哪里呢？他将如何采取行动呢？最难受的一点是，美国人就算想准备干涉台海事务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在什么时间节点采取武力统一的行动。由此又带来了一个两难的问题：是否需要储备大量的先进武器系统？如果不储备，暂时不够用；如果储备的量太大了，又会因为过期而最终打了水漂。所以，美国人最好的战略不是如何干涉台海事务，而是如何抽身事外，
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完成统一大业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